年让中国拥有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超模，她是第一位登上维密舞台的东亚面孔，是第一个冲进权威模特榜 TOP 3的亚洲人，是第一个拿下了蓝血大牌雅诗兰黛全球代言人的国模之光，她就是刘雯。然而呢，就是这么一个把第一拿到手软的模特，她的开局呢却是一手烂牌，没背景，没有资源，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，揣着一颗导游梦就跑去当北漂。今天呢，咱们就来当一次时尚考古学家，深度复盘一下大表姐刘雯的封神之路。很多人以为呢，她的成功是靠运气好啊，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但我却认为啊，这刘雯的长红呢，恰恰是因为她没运气。这故事开头啊，充满了意外的味道。1982年呢，刘雯呢出生在这个湖南永州的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。17岁之前呢，她的梦想呢是当一名导游啊。结果呢，他妈呢为了给她纠正这个驼背的姿势啊，他妈呢给她报名参加了一个新丝路的模特大赛。没想到啊，这个纠正身形的兴趣班呢，竟然让她拿下了湖南赛区的总冠军。于是呢，17岁的刘雯啊，揣着那份对导游的执念和对北京的向往，成了一名北漂。你以为这是天选之女的剧本吗？不是的啊，这是地狱模式的开始。刚到北京的她呢，简直是惨到了不行啊，没钱只能住地下室，没资源，连面试的机会都捞不着。她后来回忆说啊，当时呢这俩室友啊，每天呢都忙着面试走秀，只有我天天在家里抠脚。更扎心的是啊，她那张如今被奉为是高级脸的国字脸，单眼皮高颧骨，在当时呢那个流行锥子脸欧式大双的国内审美里啊，那简直就是丑的代名词。没有工作怎么办呢？她只能去干那些正经模特就根本看不上的体力活，比如这个试衣模特。什么叫做试衣模特呢？就是给这个杂志编辑啊当活体的衣架，试穿那些个第二天要拍大片的那些个样衣。你上不了杂志，走不了秀场，薪酬呢也少的是可怜。但是刘雯呢，就把这份活体衣架的工作呢干到了极致。这没工作的时候呢，她就把自己关在了那个潮湿的地下室里，疯狂的自学。她把打零工赚来的钱呢，全部拿去买了过期的时尚杂志。她对着杂志上那些个超级名模的 pose 啊，一个个的去模仿纠正，对着镜子练到人镜合一。这份在黑暗里的死磕的笨功夫呢，终于在2006年啊，为她迎来了一道光。那一天呢，她又在给这个家人杂志啊当这个试衣模特。而当时呢，来中国指导拍摄的这个家人法版的创意总监约瑟夫卡尔呢，这个在时尚圈点石成金的教父级别的人物，一眼呢就看中了这个还在笨拙的去试衣服的女孩。3个月之后呢，刘雯顶着时尚圈神秘渣男的头衔登上了家人的封面，这是她命运的第一次转折。但真正的血战才刚刚开始。2008年，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刘雯呢，被她的经纪公司啊扔到了纽约。她拿着一张地铁图和一本模特卡，开始了她那个堪称是铁人3项的面试之路。一天只睡3个小时啊，吃饭只敢用10分钟，一天呢要跑几十个面试。为了赶场，在后台呢用矿泉水洗头啊，那都是家常便饭。这份不要命的拼呢，换来的是她亚洲秀霸的称号。2009年，在秋冬时装周上呢，她1个月内啊连走了74场大秀，创下了中国模特走秀最高纪录，至今无人能破。她成了那个被白人主导的时尚圈不得不正眼相看的中国脸。然而呢，站得有多高啊，案件就有多冷。就在她封神的同时呢，国内呢关于她的黑料啊也开始是满天飞。那场著名的国模抱团事件爆发了，有传闻说啊，以何穗啊、秦舒培啊、这个奚梦瑶为首的小团体呢，联手孤立刘雯。他们不仅在后台给刘雯穿小鞋，更是买通稿啊，吐槽这个刘雯的脸大、胸平、长得丑。面对这些宫斗戏码呢，刘雯是怎么回应的呢？她在社交媒体上啊，霸气的回了一句啊，虚心接受，坚决不改。但她呢，真正的硬骨头还体现在另一件杀敌1000自损800的事件上。2019年啊，刘雯合作的多个奢侈品牌呢，被爆出呢，在产品设计上严重触碰了一个中国的底线。在那个无数明星啊，为了保住饭碗而选择集体沉默装死的敏感时刻呢，刘雯是第一个站出来啊，单方面宣布啊，与所有的奢侈品牌终止合作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她将面临高达1.6亿的天价违约金，这意味着她将彻底得罪她赖以生存的整个欧美时尚圈。这也更意味着她过去10年呢，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很可能会因此毁于一旦。她不是不知道后果，但她还是这么做了。果然啊，解约风波之后呢，她缺席了整整3届的国际时装周。刘雯呢，被全球时尚圈给封杀的传闻甚嚣尘上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国模之光要就此陨落的时候呢，1年之后啊，她又在巴黎时装周上以高定开场的王者姿态啊杀了回来。她的人气不仅丝毫未受影响，反而是更加的势不可挡。她用她的硬气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在心理学上呢，有一个词啊叫做内在驱动力啊，意思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不是为了获得外部的奖励，比如这个金钱呀、名望啊，而是为了发自内心的去追求成就感、满足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。刘雯的成功呢，就是内在驱动的终极体现。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啊，她和同期的另外2位国模啊，这个奚梦瑶和何穗。奚梦瑶呢，她的驱动力啊是更偏向外部的，她渴望流量，渴望认可，所以呢，她会选择在维密一衰之后呢，顺势加入豪门，把热度呢变现成地位。何穗呢，她的驱动力呢也同样是向外，她渴望安全感，渴望阶层跨越，所以啊，她会选择和港圈贵公子陈伟霆低调生子。这2条路呢没有对错啊，只有选择不同。但是刘雯选择呢是第3条路，也是最难走的一条路，向内求。她不需要豪门来为她镀金，
气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豪门，他不需要绯闻来为他加热，他只在乎自己作为模特刘雯这个品牌的价值，所以他宁愿自断臂膀也要维护自己的底线。他也会在别人都在忙着嫁人的年纪，依旧像一个劳模一样保持着魔鬼般的身材管理，活跃在 T 台之上。他用近20年的长红向我们证实了一个道理：运气呢或许能够让你红一阵子，但是能够让你红一辈子的，永远只有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专业和那颗永远拎得清的强大的心脏。